下面我们来学习第3类三元相图。看相图下方，我们知道这是生成一个固相分解的二元化合物的三元系统相图，图中3个无变量点。根据重心规则 ，P 点对应的负三角形为 ACS，P 点位于三角形 ACS 的交叉位，所以是单转容点。液相将 A 转容生成 S 加 C。E 点对应的负三角形为 BCS， 且位于重心位，所以 E 点是低共容点。此点液相同时析出 SCB。我们着重看 R 点，包围 R 点的出经区为 ASB， 但是连接 ASB 并不能构成一个三角形，而是一条直线。那么 R 点是什么点呢？ R 点为过渡点。液相加 A 加 B 生成 S， 实质上 A 和 B 发生固相反应生成 S。液相起介质作用。这个相图中3个无变量点画出了2个负三角形，印证了我们前面讲过的无变量点的个数大于等于负三角形的个数。我们再来看线，通过切线规则确定 PR 线为转容线。液相加 A 生成 S。 知道了点线的含义，现在我们分析1点的吸经路程。点1位于 A 的出经区，所以首先连接 A1 并延长。液相将不断地吸出晶体 A 直到 D 点。D 点位于转容线上，所以这个时候发生转容，将 A 转容掉生成 S。 液相点移动到 N 点时，固相点移动到 S 点，说明此时晶体 A 消失，所以转容不再发生。液相点将穿过 S 的出经区，发生穿经现象。当液相点到 F 点时，开始吸出晶体 C 和 S， 走到 E 点，同时吸出 BCS。 固相点移动到和系统组成点重合，吸经结束。下面我们来看具有一个一致熔融三元化合物的三元系统相图。这个相图的特点是 S 的组成点在其出经区范围内，系统可划分为3个分系统。这个相图比较简单，我们就不再详述了。接下来我们看具有不一致熔融三元化合物的三元系统相图。相图中三元化合物 S 的组成点位于其出经区以外，因而是一个不一致熔融化合物。这个相图希望大家在课后按照我们分析生成不一致熔融二元化合物相图的方法加以分析。同学们在划分负三角形后，根据重心规则判断无变量点的性质，用连线规则和切线规则在界线上标示单箭头和双箭头。最后按照前面我们讲过的方法分析吸经路线。我们学习了6类三元系统基本类型相图。现在总结一下分析复杂相图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化合物的性质，根据化合物组成点是否落在其出经区内，判断化合物性质属一致熔融或不一致熔融。另外，化合物组成点如果落在浓度三角形内为三元化合物，落在3条边上就是二元化合物。第二点，我们划分负三角形时，根据无变量点划分负三角形。如果5个无变量点，最多只能画出5个负三角形。3. 我们要应用连线规则判断界线上温度下降的方向。第4步，应用切线规则判断界线的性质。注意，一条界线上可能既有共熔性质，又有转熔性质。第5步，根据重心规则确定无变量点的性质。最后分析冷却吸经过程，要牢记固相点、液相点、系统组成点始终保持3点一线。到此为止，我们把三元系统相图的基本类型给大家讲解完了。为了能够应用专业相图，我们大家课后一定要认真复习，掌握分析三元相图的重要规则及步骤。这次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